各位好，我们要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继续再来请吉祥童子为我们介绍第2节的课程，请大家继续观看。吉祥童子，请吧。谢谢钱老师，我就继续来讲笔画的技巧。我们将毛笔的开始就是慢慢轻压就好了，你不要压下去以后又带着走，那当然会突出一个笔尖。压着以后，你感觉到笔画的粗细应该恰好了，然后就往右边走。当然，书法的线条不可以太直，长线条的话要稍微有曲线，而且要有提按，所以你在写横画的时候要有提按的变化，提按的变化才能产生出线条的粗细。到结束的地方，我们只要稍微将笔停止提高，按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把毛笔提起来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横画写法，竖画也是一样。竖画我们就将毛笔就是按住以后，然后往下写，因为我们按住的时候笔尖在左上方，当你要往下写的时候，你这个笔尖一定要在转正，因为你如果没有转正，笔锋是永远在左边，所以要往下写的时候，笔锋要拉直，就变成中锋。然后长的竖画，不管是写垂录也好，或者是悬针也好，垂录的话中间也是要稍微提高，让这个笔画中间瘦一点。到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预定要在哪一个地方停止，你这个笔锋就往下按，按了以后它下面就突出，就会往外扩展。刚刚我们不是提到画那个点吗？点的写法吗？它会往外扩展，然后你又收笔起来时，这个垂录你就是要往靠右边收起来，这样也没有所谓什么回锋都没有，就停在那里就好。所以竖画的写法跟横画的写法的要领大概是这样子。悬针的话，因为中锋运笔往下的关系，我们这一个悬针就变成慢慢的收锋，当然这个收锋不能太长，大致上长得什么样子呢？像毛笔的笔锋一样，你会发现毛笔笔杆下来，我们这个毛笔的笔锋有2-3公分，你就写成像毛笔的笔锋一样，这样收起来就行了，是中锋收笔。这个是悬针。捺法的话，如果我们先写一个撇，然后再写一个捺，这个捺跟撇有交叉，那当然了，起笔就是尖尖的，在这个撇这里尖尖的接触下笔就可以了，然后慢慢增加笔的压力，使笔画循序渐进的加粗，然后到适当的长度，因为你大概是45度角这样写下来，然后要转往水平方向，就先停一下，然后慢慢的把笔锋收起来。如果是写龙形的捺，这个捺的地方当然就是稍微顺顺的将笔锋提起来就行了，这个是捺法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一般写楷书的人最常碰到的困扰，就是复钩。这个复钩，有的老师在教小朋友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，看起来复钩好像很难，所以为了要制造这个复钩的美感，所以呢，有的怎么教呢？他先写一个悬针，悬针这里是拉尖，然后老师竟然教学生怎么样做，把笔锋叠在这里，叠在悬针上面，那这个笔锋不是尖尖的吗？它就形成一个钩，这个真是要不得，这怎么叫写字？根本就是画字。另外还有一种，多写了一个悬针下来以后还要起来，还要怎么样歪来歪去，然后甚至有的是用倒住笔锋这样起来的，
各种奇奇怪怪的副钩的写法都有。其实副钩没有那么困难，你只要用对了方法。我现在教你，你大概遵照我这个写法，你就可以写得很漂亮。其实我这个写法是从行书来的，因为我在写行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这样写，怎么那个钩就好像欧阳询的钩，好像就是褚遂良的钩，或者是智勇。智勇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钩，我们这个钩其实就是说你写垂录悬针的方式是一样的，你就按笔以后写下来，中间当然也要稍微瘦一点，不是很直的，要稍微有曲线，然后到结束。比如说我现在到这个地方要结束，到结束的地方这个毛笔到结束这个地方写下来，然后你要稍微往左偏，稍微往左偏一点就好，大概像那个副钩的屁股一样，要有一个屁股，然后停着，就把毛笔停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这个笔要往上顶，这个要往上顶，一下子勾起来就很完美了。你多试几遍看看，或者是看看在这里示范给各位看的视频。另外就是那撇法了，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楷书字体里面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撇，有分为斜撇、蓝叶撇、弧撇、竖撇，看它用在什么地方，你看字体的形状长得怎么样。如果前面是重的，你起笔当然就先重一点，都是直接压笔就好，不用什么立笔成锋，都不用。如果前面是轻的，你就轻轻的压一下，然后慢慢加重。弧撇就是在一个字的中间，通常我们是先直线下来，然后过了最后的横画的时候再慢慢转弯。如果是复撇，当然是在一个字的最左侧，那最左侧的地方它就跟垂直的角度差不多，而且甚至还有回锋撇。回锋撇就是竖撇下来，把笔锋往上提起来，这个就是回锋撇。所以各种回锋撇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形态。今天这个楷书的永字八法的这个笔法呢，就为各位简单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小铃铛订阅，并且按赞，也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有在写书法的朋友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吉祥童子。